深夜，門外傳來林月的敲門聲。快開門，有變態追我！可林月明明就坐在我身旁的沙發上，那門外那個是誰？沉默，我知道你在裡面，求求你快開門，變態已經上樓了。屋內的林月害怕地捂住耳朵，我也慌了，這大半夜的，難道鬧鬼？這時趙大雷氣冲冲地走了出來。大半夜嚎什麼喪，還讓不讓人睡覺了？看到我們倆僵在客廳，愣了一下。你倆有病啊，不開燈坐這兒。我剛想讓他閉嘴，門外的敲門聲突然停了。嘿嘿，不開門我就進來了。誰呀？裝神弄鬼！就算你是女的，吵到爺睡覺，我也敢揍你！就在门馬上要打開時，王强拉住了他。別動！老王的聲音壓得很低，臉色鐵青。你想死，別拉上我們。午夜12點，嚴禁使用貓眼和開門。你忘了入住協議了嗎？趙大雷愣了一下，甩開老王的手。什麼狗屁協議？那都是嚇唬人的。我也想起來，當初租這房子圖的就是便宜，房東給了一張紙，上面全是怪規矩，我不信邪，簽了字就扔一邊了。門外的聲音還在繼續。嘿嘿，沉默，趙大雷，王強，林月。他是在點名。人的好奇心有時候真的該死，我竟然下意識地想湊過去看看外面到底是什麼。老王見我辦傻事，急忙大喊：別看，看了你就被標記了。我猛地回過神，剛才那一瞬間，我好像真的覺得貓眼後面有東西給我吸住了。門外的聲音消失了，趙大雷罵罵咧咧的要去開燈。真絕了，一群神經病！砰的一聲，燈泡居然炸了。我們吃驚地看着天花板。都別亂動！老王低吼一聲。老王，你到底搞什麼鬼？一直故弄玄虛的。趙大雷，你給我閉嘴！去你大爺的！我就不信老子還能被個門給嚇死！趙大雷不信邪地伸手去抓門把手，結果卻僵住了。怎么了？我問了一句。趙大雷慢慢轉過頭。沒了。什麼沒了？我順着他的手看去，頭皮瞬間炸開，門把手不見了。老王走過來，語氣絕望。他封門了，我們出不去了。窗戶，走窗戶！我們住在3樓，跳下去雖然危險，但也比困死在這裡強。我一把拉開窗簾，然後整個人癱軟在地上。窗戶外面被氣死了，我們被困在了一個封閉的水泥盒子裡。林月看到這一幕，哭鬧着想回家，我聽得心煩意亂。別哭了，現在哭有什麼用？越是這種時候，越要保持理智。我看向老王，疑惑地問道：老王，你為啥知道這麼多？老王避開我的視線，緩緩說道：這棟樓以前是精神病院，死過很多人。你早知道，為什麼不早說？唉，你也沒問我。那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偷窺者，他最喜歡幹的事就是通過貓眼看人。一旦你和他對視，他就會標記你。趙大雷嚥了口唾沫。那他為什麼不直接進來？規則，這地方有規則，這裡就像是一個盒子，我們在裡面是安全的。只要我們不看貓眼，不主動開門，他就進不來。前提是別手賤。你為什麼這麼清楚？我是上一輪的幸存者。半年前，這房子住了4個人，死了3個，只有我活下來了。其實我也想搬走，但是我走不了。只要我踏出這棟樓一步，我就會死。老王說的聲淚俱下，趙大雷這種直腸子立馬就信了。王哥，那你怎麼活下來的？只要熬到天亮，門把手就會出現，怪物就會退散。我們只要在這裡待到早上6點，就安全了。趙大雷鬆了口氣。早說不就是熬夜嗎？我通宵打遊戲是常事。老王把我們帶進卧室。我們擠在卧室裡，陽氣重。4個人擠在狹小的臥室裡，我坐在角落裡觀察着每一個人。趙大雷是個莽夫，不足為慮。林月是個累贅，隨時可能炸臉。最危險的是老王，他的眼神閃爍，時不時偷瞄我們。現在距離天亮還有5個多小時，這漫漫長夜真的能熬過去嗎？突然，衣櫃縫掉出個東西，讓本來就緊繃神經的我們都嚇了一跳。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個塑料玩具。老王趕緊打圓場，可能是以前租客留下的，別大驚小怪。我撿起那個塑料玩具看了一下，做工很粗糙，是個地攤貨。但我翻過來一看，背面居然刻着字，老王在撒謊。我猛地抬頭看向老王，老王正半眯着眼，一副疲惫的樣子，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我的動作。這個玩具是誰留下的？難道是上一輪的死者為了警示我們？那老王很可能不是幸存者，而是幫兇。這時我內心有了主意，
我悄悄挪到趙大雷身邊，用胳膊肘捅了捅他。趙大雷不耐煩地睜開眼。幹嘛？我把手攤開，讓他看那行字。趙大雷湊近一看，臉色瞬間變了。他是個暴脾氣，藏不住事，正好讓他探探老王的虚實。果然，趙大雷直接站了起来。老王，你个老壁灯！老王嚇了一跳，睁開眼。怎麼了？你自己看，你一直在騙我們。老王臉上露出委屈的表情。這上面刻幾個字就是真的了，這是怪物的離間計啊！他進不來，就想讓我們自相殘殺。大雷，你動動腦子。趙大雷愣住了，他本來就腦子簡單，被老王這一忽悠又動搖了。離間計。老王趁熱打鐵。你想想，這玩具早不出來晚不出來，偏偏這時候出來，就是想讓我們內訌。我們要是不團結，今晚誰也別想活。就在局面僵持的時候，林月突然開口了。可是老王今天確實去過客廳開門，半夜我起來上廁所，我看見老王站在大門口，對着空氣做開門的動作，還在笑。這下實錘了！趙大雷怒吼一聲，衝了上去。我弄死你個叛徒！霎時間，老王和趙大雷僵持在一起，兩人從臥室僵持到客廳，我也趕緊跟了出去。我看向大門，門把手居然回來了。趙大雷也看見了，他大喜過望，他一把推開老王，連滾帶爬地衝向大門。別去，那是陷阱！還想騙老子？留下來才是死！他衝到門口，那一刻我猶豫了一秒，我確實也想跟着衝過去，但我看到了趙大雷的腳下沒有影子。趙大雷回頭看了我們一眼，一群慫包，我可先走了。咔嗒，門開了，趙大雷的笑容凝固在臉上，他感受一股巨大的吸力，不到3秒鐘，他就消失在原地。隨後大門猛地關上，恢復原狀。這就是違規的下場。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怎麼回事？老王不是壞人嗎？那他為什麼還要阻止大雷開門呢？你到底是什麼人？你別管我是誰，現在你們只有聽指揮才能活。有個辦法可以打破這個幻境，理論很簡單，這個房間是裡是界，也就是無限回廊。想要出去，必須找到連接點，貓眼就是連接點，用自己的靈魂吸引怪物的注意力，這時房間的幻境會暫時失效，窗戶就會變成真正的出口，其他人就可以趁機跳出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我心裡一沉，這不就是讓人去送死嗎？誰會這麼傻？我就知道你們不敢，罷了。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我來。我愣住了，這劇本不對啊！我還是不敢相信老王會主動犧牲，這裡面肯定有詐。我明白了，老王知道趙大雷肯定會不聽勸阻去開門，所以故意阻止趙大雷，目的還是為了騙取我們的信任。但我不能表現出來，我看破了他。我立刻流下了眼淚。王哥，剛才我和大雷這麼誤會你，你還這麼幫我們，我是真該死啊！別廢話了，我這把老骨頭活夠了。你們還年輕，要把機會留給你們。林月感動的眼淚嘩嘩的。老王站在門前，深吸一口氣，看着我，你這個怪物！林月信以為真，他爬上窗台就要往下跳。別去！你幹什麼？放開我！我們要出去了。王哥在拼命啊！我指着窗外。你仔細看，那路牌上面的字是反的，那是鏡面世界，跳下去就是深淵。林月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窗外。快啊！我堅持不住了，你們怎麼還不跳？別演了，這屆新人真難帶，太聰明了，一點都不好玩。我的任務是湊夠3個絕望者，趙大雷算一個，還差2個。他看向我們，眼神貪婪。本來想騙你們跳樓自殺，算是最溫和的死法。既然你們敬酒不吃，吃罰酒，那就只能動手了。沉默，救我！我心裡也是慌的一批，但我知道慫就是死。老王，你也別太自信，我們2個人，你一個人，真打起來，你不一定贏。就憑你們。就在我準備跟老王拼了的時候，一直被視為累贅的林月猛地撲向老王。老王也沒想到林月會出手，被林月狠狠咬住手腕。我看準時機，拿起了旁邊的凳子，狠狠砸向老王。老王暈了過去。這時林月又迅速拿起老王的武器，警惕地看着我。老王死前的那些話似乎污染了他的精神。只要殺了你，我就能活，對吧？老王說差2個，加上趙大雷，加上你就夠了，我就能出去了。林月，你清醒一點，那是老王騙你的。我不信，
我只想活下去。都怪我平时不锻炼，是一个细狗，现在的我还真有点犯怵。就在我又要拼了的时候，一道红光射出，笼罩了林月。林月的身体開始消失。救我！沉默。他最後的一絲理智在求救，但我無能為力。最後他徹底消失，我這是活下來了。這時一張輕飄飄的紙從天花板落了下來，那是一張嶄新的房屋租賃合同。恭喜你通過了面試。這棟樓的規則很簡單，它需要進食，也需要一位飼養員。上一任飼養員王強，也就是你們口中的老王，業務能力太差，還試圖破壞規則，所以他被淘汰了。本來那個叫林月的小姑娘主動攻擊了舊房東，她最有資格接任，可惜她觸犯了最初的禁忌。早在你們剛進屋的時候，她就看了貓眼。在這一行裡，被深淵注視過的人不再是人，而是深淵的一部分。所以沉默先生，你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也是唯一的候選人。那你快放我出去。你出不去了，跟我們合作，否則只有死路一條。我想跑出去，可我的腿像是生了根一樣，無論我怎麼用力都無法邁出那一步。絕望之中，我看着那份合同，我想活着，哪怕像老王那樣苟延殘喘。我顫抖着手在甲方那一欄按下了手印。很好，新的輪迴開始了。記住你的任務，每晚12點後，你需要淘汰3位新租客，然後你就能獲得1天的生命。如果你能連續存活100天，你就能自由。但如果有一天新的租客裡有人看穿了你的把戲，並且淘汰了你，那麼他就會成為新的房東，而你會和老王一樣被我們捨棄。聲音消失了，房間裡的一切開始復原。我走到鏡子前，鏡子裡的我眼神中透着一股陰鸷和疲憊，我看起來越來越像老王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敲門聲響起，我擠出一個僵硬而和善的微笑，打開了房門。您好，是陳先生嗎？我們在網上看到這裡招合租，房租很便宜。是的，非常便宜，但有些規矩，我得提前跟你們講講。什麼規矩？半夜12點以後，門把手會消失，窗戶會被封死，看貓眼會被怪物吞噬。我知道我這麼說，他們是不會完全相信的。言罷，我做出了最後的選擇。我讓這個屋子變成永遠的凶宅。幾個新租客被嚇得魂飛魄散，看着他們逃走的背影，我笑了，因為我知道這間房子以後不會再住人了。